Hello，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多头绝地反击，博通携 OpenAI 斩获100亿订单，股价上涨10%，市值暴增1500亿。特斯拉波段出现买点，它是会继续震荡还是蓄力上攻？美股暴跌后暴力反弹是陷阱还是机会？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47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而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一下有关于指数的分析。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这根阴线存在低点变盘的可能，我们讲到了一个 K 线的识别方法，叫做阴阳交错模型。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讲一下当前市场出现了一个运线的经典 K 线组合，那么运线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交易策略？我们今天还是会在第一部分去讲到，而同时呢，我们在第二部分还是要讲一下有关日内的支撑和压力。在今天我们周二在开盘之后有哪些撑压点位需要短线投资者去注意的？后续个股当中，我们也会用这一个撑压点位来去进行讲解。而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就是了解了指数环境后，我们来看到个股解析。分别会讲到特斯拉、HMS、APP、科威、博通、AMD、LFMD、台积电、TM、戴尔、OKLO、FTHM、Unity、台积电、SOFI、多邻国、美观、VOYG、MBIS 以及 SMC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么第三部分呢，我们的标的改了很多，因为有很多同学呢在上周周六的视频当中有留言要看一下手中的股票，所以阿哲呢就添加了不少我们同学的个股。阿哲呢会从技术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就是阿哲的目录当中您会看到有很多的个股所涉及，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个股您可能都关注，所以阿哲把所有的个股所对应的段落时间轴都已经分布好了。您点击对应的时间轴，那么可以观看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这一个小小的设置，我们首先来到第一部分，是有关运线。那什么叫做运线？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种 K 线的观察方式。它的定义呢，就是当天的价格的低点和高点都不超过昨天的 K 线的低点和高点。你可以叫它为运线，也可以称其为内敛。它一般代表市场的一个动能，要么是出现了无力在进退，或者说在积蓄能量没有出现方向的一种情况。内敛表示价格暂时停止了前进，亦或者是后退。如果股价呢，今天的收盘价，当市场的股价是上涨的，它正常应该要有不断的一个新高和低点的抬高，而下跌的时候呢，一般低点也容易呢会有降低，这种叫做方向性的看涨和看跌的 K 线。而当市场出现了一个动作，就是它的高点没有创新高，低点没有创新低，都在昨天 K 线之内，这叫做一个方向停止，暂时停止前进。而一旦方向再次做出选择，那么市场当中将会重新回归趋势的方向。我们再看一些细节的条件，一般运线也叫子母线，那么大 K 线呢是母线，小 K 线呢是子线，有时候我们也叫它身怀六甲，就好像一个母亲是吧，怀抱一个孩子。如果母线它的实体包裹子线的实体，细节上的一些要求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母线的实体要包裹子线的实体，可以持平，但不能够超越。而母线的影线呢，也要包裹子线的影线，可以持平，但不能够被超过。如果价格呢没有持平，而是小于的状态，那么子线所有价格都在母线的实体之内，它是为最佳的一种形态。一般方向性呢，可以看到后续的 K 线，如果第3根 K 线就出现方向，那么是最好的。如果第3根 K 线的实体收盘价就超过了母线这里呢是一个错别字母线的实体上方则做多，如果第3根 K 线它超过了母线的实体下方，那么则做空。意思就是，如果第3根 K 线的收盘价高过母线的高点，那么则看多；反之，跌破母线的低点，则方向选择向下，那么可以去看空。而市场当中，如果后续的 K 线一直在母线的区间之内，那么就说明还无方向，要等待方向线的产生。一般第3根 K 线一出现方向，效果会更好。它越是在里面震荡，那么后续呢，反而它选择方向后持续性呢会弱一些。这里有一个口诀，就是实体包实体，影线包影线，收盘在上做多，在下做空。
当然，正常来讲，第二根的子线的所有价格只要在母线的区间之内，有满足个条件就 OK 了。它的实体是什么颜色一般来讲不重要。那是否引线在引线，实体在实体，那这个呢也只是一些额外的要求而已。我们现在看到纳指的一个日线图表，在纳指图表当中呢，阿哲就把运线那么标记了一个符号，像这一个地方就是曾经出现过运线的地方，一个小钱袋。是不是有一个大 K 线，有一个小 K 线？小 K 线的实体在大 K 线的区间之内所以这里呢就算是一个运线。当然它不是一个最优运线，最优运线呢就是指线的一个价格都在母线的实体之内那个呢可能会更好。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突破而后不跌破它的低点，那么方向我们后续可以向上去看。而我们再看到前方这里像市场呢出现了子母线，我们的运线，包括这里也是子母线、运线所以它还算是有一定的出现频率，价格突破它的高点，没有跌破它的低点价格突破它的高点，没有跌破它的低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这个上涨途中偶尔出现停顿，偶尔出现调整，多头有时候停滞下来，但后续的选择方向依旧向上它呢可以作为上升途中我们的一个上涨点，再次的回调上车点。当然偶尔你要注意一种情况，就是市场可能多空之间比较震荡的时候，那么你有可能会遇到骗线行为，比如说前期这里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运线，只是不是很漂亮它呢相对来讲是有点持平的。好，价格呢，它先是跌破它的低点，而后再反向突破它的高点。那你会发现的是，跌破的动作是假动作，突破的动作才是真的动作。所以偶尔出现市场可能要出现大行情时，它会出现一些骗线行为或者说整体是一个大的一个震荡它偶尔它也会出现这种先突破做一个诱多，而后再向下跌破，真正实现一个下跌所以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去更多维度的去分析。那么当下的一个市场，那出现一个标准的运线，就是所有的价格都在昨天的 K 线之内出现所以这个标准的运线，那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的方向应该怎么说就是如果收盘价跌破这根 K 线的低点，那么方向性向下，我们继续的看跌；反之，收盘突破大 K 线的高点，那么方向性看涨，继续上涨。同时呢，因为它这一根阴线的区间特别的大，那么这种大区间内它的空间也有一定的获利的一个机会，所以作为运线组合，我们有一些其他的操作方式会偏激进一点的，相对保守的就等待收盘价突破运线的高点母线的低点，那么以此呢去作为一个方向性的进场去判定。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手法是用于大 K 线内的小 K 线的高点如果被突破，你可以提前激进性的去买入，你可以提前去埋伏仓位，当这种买点的仓位最好放小一点，因为它偏左侧偏激进。如果收盘价跌破小 K 线，如果收盘价跌破小 K 线止线的低点，那么你可以说方向性更容易向下去下跌，那么这是一个激进性的一个做空点。所以我们除了用大 K 线母线的高低点作为研判之外，这属于保守型策略。你也可以相对用激进型的一个看法，就是用小 K 线止线的高低点做初步的一个方向去确认。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段行情，曾经呢在这个低点25年4月7号的时候出现了一波很强劲的反弹，反弹时呢有一根强势的阳线，好，这一根阳线产生的时候，它后续没有跌破它的一个低点而后选择突破它的高点，所以这一个内部都是运线的范围，好，运线后续上破，所以方向选择向上。但是在这其中呢，你也可以有一些激进性的进场点，比如说这一个止线它被突破的时候，你在这附近可以做一些小仓位的激进性的买单，而后你可以把首先买进之后呢，这个低点你可以把这个低点下方有一定的区间设一个止损，它不跌破我们就正常依旧方向向上看。而在突破的时候呢，再去加仓。而假如它的收盘价跌破了，那你止损，而后呢去判定容易往下跌，而后可以去激进的做空点，等到它继续的跌破，然后我们再去加仓的做多，我们再去加仓的做空所以这个呢也可以算是一种操作思路。一个是激进型的看小 K 我们保守型的看大 K 看母线。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运线组合我们的一些操盘策略的一个使用和它的一个价格的识别，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是新同学，那么如果这个运线组合对您能够有所启发，也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的小红心，点上一个赞。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二小节是日内撑压。有关日内撑压红绿灯呢，是我们每天
在盘前以及呢每次的盘前视频当中都会去讲到的一个知识点。那么日内承压呢，阿哲会告诉大家，在今天盘中有哪些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会影响短线的趋势方向。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是我们有关盘前广播的一个信息。10月13号，阿哲呢盘前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正常，阿哲在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写上这一个广播信息，给到各位订阅粉丝同学。您如果是今天刚来到阿哲频道的一个新同学，刚订阅阿哲频道的新粉丝观众，那么未来在1个月的时间之内，您都可以免费在每天盘前收到这一条信息。您只要去找到助教去领取我们的粉丝限时福利即可。那么这呢是属于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福利阿哲给到的一个礼物。一般在盘前广播当中，阿哲会讲到有关于指数的一些看法，以及呢短线个股波段上的一些跟踪，会每天呢进行文字上的一个跟踪可能比我们的视频呢会更加有时效性但是文字呢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而第3部分是关于这个个股和指数它们的一些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阿哲在盘前的广播当中一般会给到3只标的，分别是纳指、特斯拉以及英伟达。那么像这个支撑和压力位怎么去使用呢？很简单，你只要看一下当天的收盘即可。一般阿哲是盘前发，所以你在盘前得到这个数值之后，在今天的收盘之后，您去对比一下，如果收盘价在高点压力之上，那么说明这一个日内的压力被突破了收盘突破，证明有效，那么它就会显示一个绿灯 K 线，那么它又说明呢股价的多头是强势的，因为突破了压力嘛。反之，如果收盘价是跌破了低点支撑，那么说明空方比较强，多方有可能被打退，那么这种 K 线底下它就会显示一个红灯 K 线。好，那么红灯就说明空方当天之内比较强，反之绿灯就是空方比较强。所以在红绿灯的交易体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只要是保持有绿灯的行情，那么这一段行情走势我们基本都是以做多为主，只有出现红灯才开始考虑是否获利兑现，是否要采取保守的看多策略。回归绿灯就继续看涨，转为红灯则小心调整，再次转为绿灯的区间，我们继续看涨。所以以此呢，我们通过红绿灯去把握短线的一个趋势，去把握美股的顺势行情。那么从低点上行以来，你可以用绿灯把握到大部分的一个上涨。那么哪怕在近期出现了红绿灯闪烁频繁、市场震荡的一个状况，其实整体来讲，你做波段交易顺势短线持股，也基本上还是保有获利的一个情况的。那么当下呢，我们看到在上周五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而后在本周一呢又出现一个绿灯 K 线。那么像这种红灯之后立马转绿灯的状况，我们一般呢是当成一个买点来看待。所以目前虽然在 K 线的走势上它是晕线，还未有方向，但是从红绿灯的角度，像我们周一已经是突破了日内的压力位，那么这里呢就可以作为短线重新回归看涨的一个走势。只要它后续不转为红灯，我们依旧呢作为短线趋势看涨持股。那么后续何时会转为红灯，我们就何时去注意风险，去注意要规避一些下跌的可能。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高点的压力是22,816.31，而低点支撑呢是22,597.05。那么这2个价位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关键点位。只要今天不收盘价跌破低点支撑，不出现红灯，那么就保持看涨，保持呢绿灯，保持向上运行。如果结合运线能够在今天收盘突破，那么哪怕无灯，我们依旧还是延续看涨。所以当前的美股市场跟踪绿灯的形成以及它的持续，只要不断持续、不断延续，那么迟早也会突破我们的大 K 线母线的高点。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去逐渐的去加仓上仓位即可。当前的绿灯 K 线，因为它不是运线上破，目前还在运线，所以作为一个买点，但是它呢会比指线上破更加激进。所以我们目前的策略就是绿灯作为初步的看涨，而后指线高点被突破，则继续加仓看涨，而等到母线高点再突破，也可以继续的作为加仓。所以总共呢，应该会有3次的交易进场点作为看多方向。而3次进场点的防守位也有所不同，像绿灯的话，主要就是看什么时候有出现红灯。如果是指线高点突破，你作为买进的话，那么以指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而母线高点突破的话呢，我们那么以仓位呢可能会相对偏波段一点，那么可以以低点呢作为防守。当然，如果保守的也可以以指线低点作为防守也是可以的。所以目前这就是关于红绿灯的一个看法，当前维持看涨，或者说已经转为看涨。接下来小心红灯出现就行。
所以关于这个点位，阿哲呢在今天盘前也一样呢会去重新的更新，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订阅的同学，还不知道怎么领取盘前广播的，那么阿哲简单说一下流程。您只要看一下我们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那你可以看到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发布的一条评论。在这条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您只要点击那条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的 Telegram。那么他呢就会告诉大家如何能够领取盘前广播。但这里最好您给他发一条信息啊，找到他之后呢，发一个盘前2个字给他，他就知道了。那么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怎么能够看到每天阿哲写的盘前广播。同样的，您也可以在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啊，您点击那个感叹号呢，也可以快速找到助教。这是我们盘前广播的一个领取方式。当然，它不只是我们全部的粉丝订阅同学的福利，我们的订阅观众的一个福利，一般呢会有2重大礼啊。第一个呢就是盘前的广播，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第2重福利呢，可能对于按学习更加想要在技术分析上能够自己去掌握一些本领的同学会更有效。我们的福利2啊是进阶知识内部直播，您只要是我们的订阅观众，除了公开的我们免费的盘前视频您能够收看之外，同时也有一些专门给我们订阅同学所制定的一些内部的不公开的一些直播课程，会讲到更加进阶的知识点啊，可能对您呢会有更深入的一些学习上的帮助。比如说像我们在本周的课表会讲到4种量化模型，这些都是技术方面去出发，然后去了解市场，去分析市场，分析个股的一些手段。这4种模型代表4种行情你的解法，而我们也通过这4种模型去揭秘市场当中的一部分的秘密和玄机。所以如果您是相对有时间学习，也更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握一些知识点和行情的，那么我们的粉丝福利的第2重好礼，那么大家去找到助教老师之后，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后续每天的直播课程。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来到个股解析环节。那么对于指数呢，我们知道啊，目前从基金的角度，你其实构成了一个初步进场点，但是运线的角度呢，还未选择一个明确方向，我们等待下一个方向的一个 K 线产生，然后去做出决定。今天只要不出现红灯，那么整体大概率还是保持看涨的。好，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个股还是延续去看反弹。而第2部分，我们先讲到第1支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图表，我们在上期讲过，它出现了波段止盈的一个策略，但是整体来讲呢，我们还是保持比较多的一个仓位，因为整体它是比较强势的，我们的成本呢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低。目前的价格在高位形成了一个震荡行情走势，但是整体还不算说结构的一个破坏。我们说有一个主要的支撑位是在前方的一个导星反转缺口这里，那么这个缺口它只要不被实体阴线给回补，在这之前呢，我们的波段主要还是找回调的买点为主。那么昨天这一根 K 线，它算是一种比较很明确的方向性 K 线吗？可能之前你还无法去看到，但是刚才我们讲了运线之后，你就会知道了，指数出现运线，很多个股其实也有运线，像特斯拉它不就是一个不太标准的运线嘛？出现之后，你就会知道了，我们真正的方向性的买点是突破它的一个高点，那么作为回调后的停顿后的一个买点。如果继续下跌继续跌破，那么我们的方向就还是看到缺口这里。所以当前这个强势反弹可以作为买点吗？可以，它是一个绿灯买点，但是这个买点呢属于激进买点。下一步等待突破大阴线，我们的母线的高点作为进一步的加仓，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交易策略，当前是构成激进性的反弹买点。而底下支撑我们依旧看到419.99，以及呢我们的缺口，还有367.34这个5浪的高点，以及107天线当下呢在第一个支撑位出现了反复，所以目前还算是一个调整强势，趋势未改。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的趋势还是一个紫色带，紫色带呢说明中期趋势依旧向上，依旧看涨，只是最近的震荡导致这个趋势带呢变窄了，所以多方趋势呢有所走弱，但目前还有一定的宽度，所以整体我们还是以多方看涨为主。昨天出现了绿灯 K 线，整体我们依旧跟指数同步，所以构成初步的看涨点、激进买点。而下一步呢，我们需要它突破运线、母线高点，收盘站上，那么进一步去加仓，因为站上的同时，它也会站上飘带之上所以作为交易点。那么通过绿灯的买进，我们同样也用红灯去作为防守。那么今天的预测低点它是427.8，高点的压力444.5。
6.99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去关注。一般股价在上涨回调有飘带支撑的情况下，在飘带内啊出现绿灯可以作为买进。像前期这里其实绿灯也可以作为买点，是吧？回踩飘带绿灯买点。但后续第二天走弱红灯，那么就一定要止损。好，止损之后股价回落再寻找绿灯买进就行。那么股价回落再寻找绿灯去买进就行，再转红灯再止损。但这一次如果再转红灯啊，下一次呢可能就要跌破飘带了，那个时候再出现绿灯呢，我们就要谨慎啊，要小心它只是反弹。当下还是一个止带，所以当下的绿灯还能够作为买点。如果出现红灯，那我们就持股待涨即可。整体波段呢，就还是依旧看涨的。我们现在讲的主要是短线的再次介入点，也算是波段回调的一种买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HMS， 那么 HMS 呢最近也算是走得偏弱了啊，它的55.52这个价格啊，目前是再次的被跌破。从目前的走势来讲啊，整体其实还算是 OK 的。它的上涨虽然不再创新高了，但是它的低点还是保持回调，是低点抬高的，没有去跌破。高点呢略微本次是没有去抬高啊，但是这次反弹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看一下本次能不能去抬高高点。它前方的一个压力走势下，这个下沿是55.52。我们之前说过它的特征就是跌破2天止跌反弹回去，这个呢就还算是没有说有效的跌破，像前期都是啊跌破2根，然后呢就站上了，所以目前来看啊跌破2根，看一下还能不能站上，如果还能站上，说明还处于一个震荡啊，方向还没有完全的去选择，目前有点收敛的状态啊。那么如果今天不能站上啊，那么比起之前呢可能就偏弱一点点，而后它有上影线，说明55.52呢有可能啊就构成了一个压力。如果今天不能够站上，出现运线、止线的上破，那这个地方啊，可能要开始走弱，要逐渐的把曾经低位的筹码去慢慢减仓了，这一点要注意。如果止线突破，回归55.52啊，你可以做一波短线继续看涨。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红绿灯啊，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的啊 ，HMS 其实整体的趋势还是那个观点为主，就是趋势它只要不走弱。那么目前来讲，它整体还是一个低位的，它的飘带是紫色，中期看涨，然后170整体也是斜率向上，所以它的中期、长期我们认为都属于偏低的位置，而后整体看涨，只是上方的这个压力，曾经这个跳空的破位所导致的抛压有点重啊，目前依旧在消化。那么我们看到它是跌破了飘带啊，跌破了2根。我们说跌破2根的飘带属于绝处逢生的一个现象，所以当下的 HMS 呢，关注这个地方的阴线，也是运线的大阴的低点，它同样呢也是跌破2天内的低点啊，所以当前这里低点不能破。如果后续 HMS 收阴线把它给破了，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要小心了，它可能要往170去靠，那么就先减仓，我们离场，等到后续在低位再去买进。而我们目前所看的是指数有绿灯，而它呢没有绿灯，所以当下 HMS 啊相对有略微的弱势，最好啊今天能够走为绿灯。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54.284，而高点的压力呢是56.716啊，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PP 呢最近在出现了一个下跌，而且下跌的力度比较大，比较强势啊。目前来讲呢 APP 它是还没有买点。我们之前对于这个反弹，我们说过你不要乱抄底啊，因为最好在这种暴跌之后，我们等待有那个日线上的止跌明确的方向之后再去看会好一点，否则你最多就做日内。好，那这波下跌呢是587.88形成了第一个支撑，而很明显这个支撑呢是被破了一下又站回来了，所以当下呢587.88啊还算是支撑有效。那么这里你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的运线，是吧？大运线之后呢，高点止线是没被破的啊，这个低点呢先被破，所以当下是止线被破，那么方向就依旧向下。而如果向下的过程当中，母线低点也被破，那么就继续往下看，看到507.87的支撑。那么目前它没有一个买卖的方向，就是它的止线，或者说它的一个买卖方向呢更加偏向空方，因为止线被破，目前也还没有完全的站回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它的方向偏空，而不能够随便做多，你至少得等一根绿灯 K 线站回止线上方，我们可以说做空者呢被打了止损，而后我们向上去看它能突破止线的高点，而后去看我们的母线高点，是吧？这样的话才好一点。当下只是一根长下影线刺透了一个支撑，那么后续只要反包走出强势底分型，而后我们去上看突破止线的高点和母线高点啊，这个那么这种买点呢可能会合理一些。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
当下所看的是 APP 啊，APP 呢其实它也跌破了2根阴线，我们说破位飘带2根啊，你就可以去找一下有没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因为正常如果是指示带向上运行，那么它的波段支撑就是在飘带附近，所以正常的洗盘呢不会去跌破飘带。而现在这里就是有点砸盘的一个现象了，就是它开始跌破飘带，而后在这里呢出现震荡。那么跌破飘带的话，2号 K 线低点不能被破啊，如果被破的话就继续往下去看了，大概率母线低点也要被破，就看下方缺口的支撑。而目前还没破，那么我们就等什么？等绿灯，而后最好能够站上这个2号 K 线的高点，而后再去上看。这个时候呢，可以构成一个初步的买点、看涨点啊。目前还没有，就先注意，先不要着急去买进。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576.195，高点的压力呢是605.235，关注这2个数值。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啊，那么个股解析当中呢，这一部分内容会比较多一些啊，涉及的标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讲的速度呢可能会偏快一点啊，但是每一只标的关键的趋势啊和日内承压这也基本上会提到啊，希望对您也能够有一些帮助。现在我们所看的是 call 位的日线图，那么 call 位对于上周五的下跌呢，它的反应是不是很强啊？它呢就是一个冲高回落，它都没有跌破飘带啊，没有触及飘带，所以整体它还算是砍跌的。但昨天启动的时候呢，它不算是有所反馈吧，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10日新相对的震荡，成交量上呢有明显的缩量啊，这个地方呢量能缩得很低啊，比前面这一波都低了。啊，基本上只有前面这个低点的量才跟它差不多，所以这个量能有可能会有一个蓄势的现象啊，这里呢容易再次启动上涨，不过还缺一个明确性的翻案 K 线，就是把昨天10日新能够反包啊，来一个阳线，那么作为买点最好是绿灯。那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138.815，高点的压力呢是146.805。那么比较激进的同学，你可以在盘中去看啊，这里。有机会在盘中就已经出现反应了。当然，我们比较保守的策略就等绿灯、等反包、而后日线再去看涨。目前是止带，所以回调有绿灯就看涨啊，所以回调等绿灯看涨。红灯的话，如果是离飘带比较近的话，一般呢就减个仓啊，相对的控制仓位啊就 OK 了，不用说直接清仓，因为在止带附近啊，整体的红灯它就是一个修复乖离而已。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VGO。博通的话，它是把左边的关头阴线给突破了，前面这里呢来了一个下跌，是受市场的一个错杀吧，或者整体来讲，那如果周五不是因为关税的原因，那么可能整体市场环境好的话呢，它就应该突破了，那么被连累了一下，市场呢打了关头阴线的低点啊，我们止损，而这一天呢又反向再次突破关头阴的高点，好，那么对于技术面来讲，那么这个地方就重新构成看涨点。当前的博通啊，在整体结构上，我们就依旧回归看涨，只是它的飘带呢是黄色的，所以这里呢整体的仓位我们可以相对不用一次性放太多，以波段来去看，等到后续转为止带回踩，我们再去进一步上仓位就行。目前就是初步构成看涨，因为它是一个红灯后立马转为绿灯，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还是 OK 的。前面高点一路下跌以来是没有绿灯啊，最近有出现了2个绿灯，好，第一个绿灯呢被打掉止损，好，第2次绿灯。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50.11，高点压力是365.97。我们也同样可以用前方的关头阴线的低点再次作为防守位啊，是吧？这一天作为首次的进场，然后把关头阴低点作为防守。下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AMD 啊 ，AMD 啊，近期呢也是在快速的跳空高开啊，来了一个大幅上涨。我们说大涨之后不能乱追啊，大跌之后呢也不用乱割肉，所以在这种大幅上涨之后，它出现震荡也很正常。在高位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晕线，好，晕线的高点被突破啊，而后我们就可以构成一个买点。那买进之后呢，你可以以小 K 线我们的止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这是比较保守的防守位啊，也是 OK 的。在突破之后跌回来，说明有点弱，方向选择向上啊，但是呢偏弱了一点。那么不跌破止损，我们依旧呢看一下最新的这2根，它也是晕线，所以希望呢接下来这个晕线也能够上破，那么就整体再加仓位就行。好，在晕线上破构成买点后的红灯，这个地方可以做减仓，但是依旧呢保持看涨，因为晕线啊目前还是没有出现止线下破。所以这个地方看一下止线会不会下破，止线下破，母线下破，这里呢就要小心风险，它呢可能就要回归飘带上，飘带的范围是191.775啊，作为波段如果回调破母线的话，第一个目标位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今天能不能出现直线上破而后构成绿灯的买点呢？我们看到今天预测低点是215.66，高点的压力是224.9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LFMD， 好，我们这位是一位朋友的股票，那么这个股票呢，它其实出现了一个动作，就是连续的阴线下跌。好，这一波下跌到目前没有止跌阳线，但是它已经跌出了一个飘带的区间外。我们说过，市场前期是一个连续性的黄带，说明中期趋势是看跌。最近转为止带呢，说明中期趋势呢有可能要反转，但只是可能性而已。我们的趋势要跟踪出来。当下呢是2次回踩，那么前方的低点目前是没有破，而它刚破我们的飘带，破的第一天，破的第二天。好，破位飘带第2根 K 线作为关键 K 线，2天取低点。好，那么这根 K 线又是蓝 K， 后续在这里应该止跌，所以它如果把2号 K 线的低点给打破，那么这个地方就重新回归看跌。而如果它依旧是一个上行趋势，它这只是个砸盘，那么这根 K 线它不应该再被跌破，应该有蓝 K 消失，反包阳出现，那么作为再次的回调砸盘的买点。假如没有止跌阳，那么这个地方就继续的看跌往下去看了，它可能就依旧只是个反弹。而假如能够重新站回飘带，我们再往后去看底位趋势的反转，就类似于 call 位啊，以及之前的 coin 等等啊，同样的一个格局的。我们看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5.99， 高点压力是 6.21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TM， 那么这只个股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走了一波强势的上行趋势。整体在前期的170这里是产生过了一些牛熊的反转啊，先是跌破170，然后再回归170，好，所以形成了一个跌破170的无效，而后涨到了170之上，目前展开了一个波段的上涨，已经涨了有一段时间，但是因为离飘带呢不算是很大的乖离啊，所以整体来讲这个趋势还算是良好正常。这里是不是之前也用过一个砸盘啊？跌破1次，跌破2次，低点不破，高点突破，那么重新站上是吧？股价再走了一个绝处逢生的一个交易机会，那么这个位置往回落，那么我们依旧的啊，以这个黄 K 跌破呢，看对于飘带的回调，飘带上沿是多少？飘带上沿呢是 90.355， 这里作为第一个支撑，目前是一个假阳线，假阳是否能成真底？我们的买点一样的是反包阳线，如果有反包阳线出现，吃掉它的高点，则作为回调的一个买点啊，否则就继续等待止跌。这里看一下红绿灯。低点支撑是 90.482， 高点的压力是 95.887 啊。当下的话呢，是对于波段的上沿产生一个回调啊，目前没跌破，整体风险就还可控。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戴尔，戴尔呢，它的整体走势啊，也是一个紫色带向上啊，中途呢有一个转黄色带的过程，但这个黄色带转变之后，它是一个比较深度的洗盘。啊，转变黄色带就形成了一个压力，下跌反弹为压力。但如果2次回踩是吧，出现了突破，它没有去再创新低，而是有更高的高点，然后回踩转为紫色带，那么这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反转。好，紫色带附近出现止跌，出现假阳的一个反包，那么再次的看涨。那么目前的趋势是，那么目前呢就依旧是紫色带。那么价格走势在高位产生了一个放量后有一个回调。回调过程当中，目前保持一个红灯，就保持对于指带的支撑的回落。那么指带的支撑就是 146.122， 价格出现了一个标准的晕线。那标准晕线怎么去看呢？是不是看它的一个高点突破看涨啊？指线和母线高点突破则看涨，否则向下继续看对于飘带上沿的回调。目前呢是一个加速之后的3阴缩量回调啊，所以整体等止跌阳线后再观察也是 OK 的。昨天是一个关头阴线啊，这个关头阴的高点被突破，那么效果呢也同样的看涨。目前没突破之前，没有止跌阳之前啊，我们就还是看它作为波段的上涨回调啊，所以戴尔呢可以关注。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52.255， 高点的压力呢是 156.69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OKLO。那么这只个股啊还是比较强势的，上周五呢甚至都没有受到影响，还出现倍量的上行。这根 K 线啊扫过了左边的一个高点，而后回落，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先指路来去看待。目前呢是对于先指路的确认啊，高开高走，所以昨天这里其实作为一个买点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看到左边基本上也没有
临近的一些高点，所以大体来讲是一个强势的上行的一个趋势。那么这种趋势呢，刚刚创出新高，那么就整体波段继续看涨就行了。目前依旧是绿灯，那么依旧向上看。我们看下预测值，低点支撑163.775，高点的压力是183.135关注这两个数值。转红灯其实也整体还好，因为它离飘带不远。我们看下飘带的高点。飘带的一个上沿呢，目前是在132.629关注这两个数值，当下应该还有上涨空间，只是刚创新高刚延续上行结构。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FTHM 那么这只股票呢，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黄飘带直转黄，那么由多转空，前期呢是有跌破飘带，跌破2根之后呢，没有去站上飘带，而后呢是再次跌破所以整体的趋势就延续看涨。目前离170呢有一点距离，而黄带依旧是比较宽的，所以这个整体是偏空的，不作为做多的一个首选，还在不断的有低点离170呢还是有空间，这个地方还是不断的有红灯，在下行趋势当中出现的绿灯转红灯，一般作为看空点或者说延续的下跌点。那么飘带的一个下沿是1.822，作为空方反弹，作为多方反弹的第一个压力位。当下是还是偏弱一点，我们看预测值，低点支撑1.57，高点压力是1.739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我们再看到 Unity 的一个走势也是偏空的，因为它已经转为了一个黄色带，前期跌破2根的 K 线也被跌破了所以这个地方不是砸盘，是一个很深度的趋势的洗盘，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中期以上的一个洗盘。所以它不是2根 K 线能够挡得住的，像有时候你会看到它跌破2根就能止跌的，一般是属于短期砸盘它的一个级别呢会比较小，这种可以用2根 K 线跌破去看。目前这种就脱离了一个短期，它偏中期以上的调整，所以它会转为黄色带。你转为黄色带之后，你再去做多的话，最好就能够突破黄带，回踩黄带，转为纸带，那个呢属于趋势反转。那目前是一个复现后的 X。所以 Unity 呢，你可以做一个超跌反弹，但是必须要有一个买点，这个买点就是收阳线能够站上这个 X K 线的高点，那么作为买进，目前没有，并且也不是绿灯所以整体是触碰到黄带的压力后回落它是一个刚反弹结束，而后创了一个低点，所以趋势来讲，目前是没有反转迹象，而后你要做短期反弹的话呢，得要仿包，而后去看涨。目前这里有延续反弹的可能。但是空间就是黄带下沿，它的39.47作为第一个目标，看一下这一次能不能过首先出现买点，然后看能不能过这个压力位。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36.27，高点压力是38.2，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台积电，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下跌。放倍量下跌而后第二天立马在周一的时候就反包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它完全修复了这根阴线。我们说指数呢还构成一个运线，而后等待上破，它呢直接破所以台积电算是比指数更加强势的一个选择。整体飘带呢也是45度的上行，所以它的一个趋势呢比我们前面所看的很多标的都要强劲，并且没有跌破飘带，重新上涨所以台积电呢目前构成新的一个买点所以这里是一个买点。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保持绿灯，不出现红灯就行。低点支撑297.605，高点的压力是309.915当下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买点那么飘带回踩后的一个买进点，后续不转红灯保持绿灯，保持看涨即可。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OFI。这个个股呢已经是走了一波震荡之后这其中还有反弹的意思。反弹的时候是蓝 K 突破构成了一个反弹。好，那目前反弹飘带上没有能站稳，再次跌破黄带，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压力。现在是在一个震荡行情因为飘带呢走得很窄震荡行情中出现了运线，看一下是跌破止线低点还是突破高点，突破高点就站回飘带，那飘带后续转为支撑，才能够构成可能延续上行趋势。飘带目前在27.475，你要站上去才行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6.805，高点的压力是27.76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多邻国，还是有蛮多同学关注的它呢也是一个很持续的中期趋势之后产生的由黄带转为纸带。
那么就是由短期、中期的空头转为中短期的多头。目前的走势呢，就刚刚转势啊，转为这个止带回踩过一次止跌，绿灯买进。目前这个回调呢也没有红灯，所以整体也还算砍跌，没有回踩到飘带，但是很临近了，所以这里呢找买点即可。它也是加速之后的三阴回调，等仿包买点。而后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326.5。高点的压力呢是335.138，关注这两数值啊，如果能够仿包阳线，那么它也能够构成一个买点。而后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呢是美光科技啊，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回调的过程当中找买点就行。前期这一波加速之后乖离放大，那么对于上涨来讲，它就有回调的需要去修复乖离。好，修复之后回调找蓝 K 突破和绿灯啊，那么再次上行。最近呢是又再次的回调。回调过程当中，它没有碰飘带之前出现绿灯呢，可以买少一点点，可能会加速啊。但是它这里没有加速，而是在回落，那么红灯就离场。好，那么现在是靠近飘带比较近了，所以这个地方再出现绿灯呢，是可以进行买进的。而后我们可以看着，那么临近飘带后的修复乖离后的一个买点，那么买的呢就可以比之前这里的更多一点，因为它更有可能出现是波段的买点。这两根 K 线它的最高点是持平的，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持平的运线啊，它呢相对来讲是宽松一点的。如果今天收阳线能够把左边啊这个高点2天的同高193.4给突破的话，那么这2天的 K 线呢就属于接近同高的运线啊，不算是很好，但也可以用。所以收盘价如果能够突破这根阴线的高点193.44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可以作为进一步的加仓点。当然那根 K 线最好是实体阳线。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90.38，高点的压力呢是195.79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只股票我们看到 VOYG 啊，这个股票呢也是在黄 K 之后跌破而后产生的回调，回调过程当中呢是踩到了紫色带，那么出现下跌的时候它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放量啊。它是一个关头和关脚的 K 线，还是比较特别的，所以这根 K 线后呢出现运线，关注一下。这里是回踩飘带，而后有绿灯，属于初步的买点，跟指数同步。下一个呢就是止线，下一步就止线上破和母线上破，构为再次看涨点。这根 K 线的量能也很低啊，跟前面的低量有点类似，所以这个地方回调是容易出现我们说的回调买点的。当下只是初步的啊，绿灯买进，而后最好是有运线配合会更好一点。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32.05，高点的压力呢是33.57，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是 MBIS 啊，那么这个个股它的走势就还算是很 OK 的啊，它也是在上周出现了放量下跌，但是它都不构成负线啊，它呢只是一个略微的下滑，它呢只是一个略微的调整。当前左边的高点呢是不断的有上影线，没有去突破啊，昨天的10日星呢也不算很强。这个要小心，它不知道会不会补跌啊？但整体做多的话，它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买点啊。最近2天呢没有回调，那离飘带有距离，所以这个地方只能说持股会带涨，但是不构成买点。我们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134.055，高点压力呢是139.935啊。这个股票应该是标为灰色块会好一点，它最好能够收绿灯，而后再收阳过去，那么作为延续看涨啊，最好能够仿包这一根10日星，最好能够去仿包这一根冲高回落 K 线的高点，把它吃掉啊，作为继续的追涨点啊，也是 OK 的。但是在此之前呢，要么就回调找买点，要么是突破仿包加速啊做追涨点啊。在这之中呢，它也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是吧运线，这种运线10日星后呢，方向性会更加明确。如果收阴跌破就要小心啊，离飘带比较近，有可能会破飘带。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SMCI 就标准的运线，而且是运后10日，运后10日加缩量，它的效果会比普通的10日星和普通的运线效果会更好。而后这里是临近飘带回撤了一下乖离，所以当下它的调整结束了没有？看止线是否被仿包，如果止线收阳突破，做初步的回调低点的判定，目前还没有买点，等绿灯，等止线突破，低点支撑54.385，高点的压力是56.01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像前期这个回调低点其实也是个运线，是吧？运线止线先破，而后高点母线再破，整体看涨，在飘带附近止跌找买点。目前又来了一下啊，又是一个子母线，所以这里呢再等待同样的一个流程。如果是向下跌破，则继续减仓。
以上呢是10月1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